妈呀，这一跤给我干哪儿来了？倩倩，你闹够了没？不是帅哥，你谁啊？你别以为你长得帅就可以猥琐。You know you've got that thing that makes the girls all fling. You know 老公， exactly what 今天是我们结婚99天的日子。 you like the hit and run. You say it all for fun. You think that I'm the one for you. 倩倩，我们只是协议婚姻。这是什么高速运转的奇怪记忆进入了我的大脑？你们在干什么？不是，小屁孩，你又是谁啊？我是裴雨辰。裴雨辰，裴雨辰是哪个班的？等等，你说你叫裴雨辰？那你是裴思昭？沈倩倩，你又在搞什么名堂？我穿书了！我穿书了！好消息，反派还小，才6岁，还没黑化。坏消息，我是反派的恶毒后妈。完了，谁家好人穿书要穿到被崩了的人身上啊？倩倩，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别走啊，大哥！要死一起死，反正你儿子也没放过你。100万，以后没什么事别联系我。你，这是500万，送给你的爪子。你说多少？500万。500万，一死又势力终之前的终极幻想。爸爸，管他的，人生得意须尽欢，老子明天上班。就这么点小钱，还没我的压岁钱多，还带动我们家果然是为了钱。怎么现在连你看起来都有点可爱呢？小反派，来的明明是我爸卡。别碰我！是倩倩，你这个死手，看到个漂亮小孩就忍不住，这可是未来的大反派啊！其实他长大之后变得残忍暴躁，也是因为小时候被原主虐待过。哎呀，不管了，保命要紧。我一介堂堂幼师，还拿不下一个小屁孩了。这个反派，我咬定了。这个反派，我咬定了。就算你再打我，我爸爸也不会回来。去拿药来。是。改造反派计划第1步，感化他。好可怜，是谁把我家宝宝打成这样的？这个女人又在玩什么花招？痛的话就要说出来哦。这原主下手也太狠了点吧，难怪裴玉辰长大之后会黑化。痛的话就要说出来，会哭的小孩子才有糖吃。你可千万别学短剧里那些男主装酷嘴硬不说话的臭毛病，知道了吗？
可是爸爸说眼泪就是没用的东西，没用就没用呗，没用就不能流眼泪了。他管天管地还管人流眼泪放屁啊！来，给阿姨哭一个。这才对嘛，男孩子就应该多笑，笑起来才帅。他今天好像有点不一样。好了，裴雨辰小朋友，睡觉时间到了，不睡觉的小孩是长不高的哦。晚安啦，裴雨辰小朋友。怎么了？你是不是害怕打雷啊？不，爸爸说男子汉不能。从今天起，你不要听你爸说什么，你听我说。男孩子哭鼻子怕打雷没有什么错，谁说掉眼泪没用了？你下次就哭给他看，我保证他有求必应。真的吗？真的。睡吧，我陪你睡。妈妈，如果从小就有人正确的爱他，他是不是也会选择爱这个世界，而不是毁灭？裴雨辰，裴雨辰，夫人早上好。夫人早上好。穿鞋。哦，这豪门都是这样的？这些都是你吩咐他们每天做的。我吩咐的，所以这些都是我的。不止这些，衣帽间里还有很多。请夫人更衣。原主你还真是不委屈自己啊！好吧，既然已经霸占了你的身体，那我就只好再勉为其难，替你享受这泼天的富贵了。为女人与小人，难养一两。天哪！无痛当妈还白捡个帅儿子，老公爱给钱还不爱回家，衣帽间大的可以玩真人版变装小游戏。原主，你到底在做什么？这样的人生，你不过，我过。改造反派计划第2部，走进他的世界。有我这样的后妈，你几点回家？爸爸，爸什么爸？叫姐姐。哪来的狂徒？埋头。黑苏州！沈芊芊，沈芊芊，感受到我汹涌澎湃的爱意了，老公。改造反派计划第3部，营造充满爱的家庭环境。我保证，我下次再也不涂那么糊的口红了。爸爸，你让我看的书我看完了。明天家庭教师过来给你做周测，
裴玉晨，你既然生在裴家，享受裴家的一切，你就应该清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我知道了。挺大一豪门，你搞什么愧疚式教育啊？他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了？还是说在你的眼里，学《资本论》是一个6岁小孩应该做的事情啊？沈芊芊，这里是裴家，裴家怎么教育孩子，还轮不到你来插嘴。我今天不光要插嘴，我还要插手了。我少儿不宜，你转过去。你怎么嫁进裴家的你，我心知肚明。你若是还想高枕无忧的做你的裴太太，就给我安分一点。说话就说话，你装什么 bug 啊你？不是说沈芊芊就是个贪图裴家富贵的草包吗？我看这分明就是诈骗。裴总，马上过来。哼。走了。芊芊阿姨，你以前从来不反驳爸爸的。裴雨辰，你听好了，爸爸也有说的不完全对的时候。就像刚刚爸爸说错了，我们就要给他提出来，这是为了他好，也是为了我们好。可是爸爸喜欢听话的小孩，可是阿姨喜欢敢说敢做的晨晨啊。王管家吃早饭啦！晨晨，你家有健胃消食片吗？我害怕我等下被撑死。你怎么了？说了够吃青豆胡萝这是先生的意思。你的饭菜必须严格按照营养师的搭配，不可以挑食，必须吃。说了够吃！王管家，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待小少爷去击毙室思过，这是先生吩咐。只要小少爷一犯错，就在击毙室待到认错为止。等一下，他才6岁，他做错了什么？太太，这是我们裴家的规矩，我希望您不要干涉。我现在以裴家女主人的名义命令你们把他放了，不然信不信我现在就开除你们？太太，我们尊称您一声太太，并不代表裴家就你做主。在裴家，我们待得比你久。放开我！你们不听我的话，总得听他的话吧？这是我们裴家100年来的规矩，别说是小少爷，就连先生从小到大也是这么过来的。放开我！别管我！走。晨晨不怕，我在。我错了，该改造的人不是裴雨辰，而是整个裴家。晨晨，阿姨有点害怕，你可不可以把小手给阿姨拉一拉？那你过来干什么？我当然是关心你。我是坏小孩，没人会喜欢坏小孩的。谁说晨晨是坏小孩了？我就很喜欢晨晨。你别骗我了，你怎么可能喜欢我？你打我，你还抢走我妈妈的东西，你还要把我给赶出裴家。小孩果然是最记仇的。我那是因为我刚到这里，我害怕，就跟晨晨摔碗筷一样。我们都是因为害怕，不知道怎么办而已，对不对？撤吧，赶紧的！这么小这么黑的房间，他一个6岁的小孩，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不行了，气死我了！我要给裴思柔打电话，问他是怎么做一个父亲的。没用了，爸爸不会接的。自从妈妈去世后，我就从来没有打通爸爸的电话。喂。裴思柔，你算是个
会议继续。爸爸他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我了？怎么会呢？俗话说得好，钱在的地方，爱就在。你这样子想，他是不是挺爱我的？可是我挑食还摔碗，所以他们说这是因为我是坏小孩，妈妈才不会喜欢我的，所以爸爸也不会喜欢我。胡说！都21世纪了，怎么还有这样的道德绑架？什么都吃的是小猪，我们晨晨是小猪吗？每个人都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只不过大人做的都是自己喜欢吃的。他们就是欺负晨晨不会买菜做饭，所以说晨晨挑食。他们简直太坏了，他们都是大坏蛋，我们晨晨才是英勇的小勇士，才不是小坏蛋。真的吗？大人也挑食？真的。你爸爸是不是也有不喜欢吃的东西？对呀，爸爸不喜欢吃青菜、丝瓜，还有葱、香菜。我上次看到他念出来了。你看，爸爸不吃的东西是不是比晨晨还多啊？对耶。那这样，等我们出去了以后，我们就让爸爸天天吃丝瓜，怎么样？好。拉钩，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嘘。这太太为了讨先生欢心，还真豁得出去。这大的哄不了，敢哄小的。让开！两少爷，今天是先生为您安排注册的日子，您必须马上去观看。真是忍不了了我！大会到了，晨晨上！我们可是裴家的老人了。你们站住！让我们出去！让我们出去！晨晨，我们离家出走吧。走啦！他们会和爸爸告状的，到时候爸爸会很生气。就是让他们去告状。走。你们谁啊？哎呦，这才嫁进豪门几天啊，就连亲爸亲妈都不认了？亲爸亲妈？不是，这书里也没提过啊。我不是一个烘托反派形象的炮灰吗？怎么还有别的人物关系？你忘了嫁进裴家之前答应过我们什么？倩倩，你要知道，这我们才是一家人啊！我答应给你们钱了。老娘没空在这儿跟你废话，赶紧把这……你干什么？放开我！晨晨！那倩倩才嫁进裴家几天，就忘记自己姓什么了？你嫁进裴家之前，我们可都说好了的。你们不就是想要钱吗？你们把人放了，我马上就把钱给你们。想不到你还真骗得过这小灾种。你拿他当妈，他可是一早就跟我们说好要发卖了。你说什么？原来这几天他对我的好都是为了骗我。晨晨，你别信他了！沈倩倩，你疯了吗？把这个小兔崽子卖了，你才有机会怀上那裴家的唯一继承人。难怪晨晨小时候会被放到寺庙，难怪他会黑化。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费尽心机让你嫁进裴家，那不都是为了那个位置？只要你肚子挣点钱，裴家迟早都是我们的。晨晨，妈妈，有我在，今天谁也别想带走他。妈妈，有我在，今天谁也别想带走他。他没有骗我，自让力的东西！晨晨别怕，我来救你了。白捡的金戈大到手了，我哪有完璧归赵的道理？你个裴家伙，敢咬老子！你也不看看，没有老子，你能当上裴家干嘛？放开我！我个坏蛋，放开他！这个呢？晨晨，找爸爸！我告诉你们，今天就算是裴思周来了，那也得他反道歉。爸爸救命！既然你不配合，那就别怪我不顾血脉之情了。爸爸救命！放开我！
这个沈倩倩怎么跟资料里的不太一样？别走！立刻定位他的位置。死丫头，你想死是不是？小子，你个闭嘴！这人你也敢动？陈思周，白子周，再怎么说我也是你丈母娘，你怎么能？黑子，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错了，我去。你别睡，爸爸。倩倩，我想睡觉。倩倩，有事干有事，我1毛钱都不给你。裴家的继承人，我看你们是活腻了。现在你不要死。没事，不准乱说了。倩倩，都说了，恶人活得久，这是裴家的符咒，你一定不会有事的啊！医生，爸爸，那也大不会和妈妈一样，再也不会醒来了。你放心，倩倩阿姨不会有事的，我向你保证。爸爸先派人把你送回去。裴总，据沈家夫妇交代，今天这一切都是夫人计划。这家人他不是坏人，这家人他是好的。这家人他不是坏人，这家人他是好的。裴雨辰，裴家就是这么管教你的？这才几天，你就被那个女人弄得找不着北了？把小少爷先送回去，严加管教。谁说掉眼泪没用了？你下次就哭给他看，我保证他有求必应。夏少爷，这些都是大人的事，我们先回家好不好？我不要回去，这个家只有姐姐爱爱我，我要和她在一起。不回去就不回去，哭什么哭？爸爸有没有跟你说，眼泪是？可是姐姐阿姨说，眼泪是可以被允许的。倩倩阿姨说，倩倩阿姨说，你干脆跟她姓沈算了。这个事情到此为止，但是沈氏父母，我要他们永远在裴家消失。我要他们永远在裴家消失。是。沈倩倩家属在吗？在，这个就是她老公。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但是失血过多，还在昏迷状态，还需要留院观察1晚。好，谢谢医生。自从许晨走后，好像还是第一次看到晨晨对一个人这么亲近。爸爸，晨晨会听话的，你不要不喜欢我好不好？晨晨，如果我跟你说我不是你爸爸呢？如果我跟你说我不是你爸爸呢？哥，你干什么？哥呢？闭嘴！你是想让全世界都知道你哥这个废物是为了女人而自杀了？裴长明，他是你亲儿子。他是我亲儿子，但是我是裴家家属，裴家不能乱。好，你守着你的裴家过，我要接我哥回家。来人！你放开我！你还想干什么？刚刚他的小儿子裴四爷
不信暴毙而亡。在说什么？现在站在我面前的是我裴家的继承人，大儿子裴思周。什么意思？意思就是你就是裴思周，你就是裴思周。裴长明，你疯了！我是裴思言，我不是我哥。我说你是，你就是。我不是。你就是要逼着我和你妈带着裴雨辰去死。妈，你也这么想？你以为你那点可怜自由是哪来的？那是你哥哥主动承担家业换来的。阿姨，如果我们之中注定只有一个人的自由，我希望那个人是你。只要你一天姓裴，你就责无旁贷。思夜，裴家的情况你也清楚，你爸爸他也是没有办法。况且晨晨还那么小，他已经没有妈妈，不能再没有爸爸了。好，生要一场，自当及早结婚，以命相报。下辈子，我只希望我和我哥都不生在裴家。沈芊芊，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又该是什么样的人？物归原主，这是你们裴家的传家宝，戴到我的手上，我感觉我的手都不舒服。哎，好好说话，你动手干嘛？我现在还是个病号，裴家送出去的东西就没有收回的道理。可是这个戴在手上真的有点丑。本在带着我偷偷约会吗？哎呀，我的小宝贝，你走路怎么没声儿啊？是你们光顾着手拉手，没有注意到我。不是，我们，你怎么不解释啊？沈芊芊，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应该是合法夫妻。他是霸总，他有霸总病，我忍。对，没错，你爸他喜欢我，非要跟我在医院约会。你爸他喜欢我，非要跟我在医院约会，忍不了一点儿。为什么同样是沈芊芊，我现在却好像不讨厌她的触碰了？芊芊阿姨，你这样是不对的啊！你现在的伤还没好，此时此刻应该在床上养伤，而不是和爸爸在这里嬉戏打闹。我没有。芊芊阿姨，你伤到的是头部，头部是人体最重要的结构之一，承担着。哎呀，老公，我头好晕啊！芊芊阿姨，你头晕是因为……出院时间到了。啊，对，可以回家了。这医院的味道熏得我着实有点头晕。哎，回家！还是这里适合我。王管家，完了！裴总，太太实在太过分了！我在裴家兢兢业业30年，从来没受过如此屈辱。那王管家还是吃苦吃的少了点，记得以后多吃点。裴总，今年的事是我们不对，太太是主人，我们是佣人，我们不听话，太太惩罚我们是应该的。只是我和老王，我们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咱们裴家100年的规矩就这样被人破坏了呀。沈芊芊，我是不是跟你说过，裴家的事情你少管？晨晨的事我就要管，都什么年代还管小黑屋？你家清朝的，你知不知道他们平时都是怎么对晨晨的？裴总，天地良心呐，咱们裴家的人，包括你小的时候，谁不是这么过来的呀？走！求求你别管我，我怕。
不听话的小孩就要受到惩罚。裴思昭，你不能自己淋过雨，就把晨晨的伞给撕了吧。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这是裴家的规矩。晨晨，你跟你爸爸说，你不喜欢这样。爸爸，你不在的时候，他们对我一点都不好。他们打我，还不给我吃东西，还把我给关进禁闭室。裴思昭，晨晨他是你的儿子，他不是你的员工。如果你执意要这样对他，那我就只能……你们被开除了。裴总，我可是老柴的人，你要这么对我，让老爷知道了，这现在裴家我说了算。裴思周当大总的时候，其实还挺帅的。把人带走。裴总，裴总，你可不能这么对我们。怎么这样，裴总，我们是裴家老人了呀，裴总。晨晨，谢谢爸爸。原来大名鼎鼎的裴总其实也不会带小孩。芊芊，晨晨，让爸爸抱你好不好？可以吗，爸爸？下不为例。这是爸爸第一次抱晨晨哦。那以后这样，爸爸天天都抱你。沈芊芊，你如果做这些是为了我的话，我劝你趁早打消这个。我说过，我是不会给你生孩子，裴家也只会有晨晨一个孩子。我和你生孩子，那你做的这些事情不就是为了这个吗？裴总，你要是想生孩子，外面有的是女人跟你生，慢走不送。哦，对了，少回家，多待。晨晨，你不以前一直说要给我生个小弟弟吗？小嘴巴。这个沈芊芊像变了个人似的。裴太太，晨晨，你和这个姐姐进去玩一会儿，我和爸爸说点事儿。我就说沈芊芊这种人怎么可能什么都不图？你们不会要吵架吧？不会啊，我和你爸爸怎么会吵架呢？你看我俩感情好着呢。那我同意你们俩背着我说小秘密了。好吧。好了，现在晨晨走了，你想说什么？你到底想要什么？除了孩子，我什么都可以给你。裴子昭，晨晨他可能生病了。裴家有家庭医生，每2个月会进行一次系统的身体检查，晨晨的身体不可能出现问题。身体不可能出现问题，那心理呢？身体不可能出现问题，那心理呢？你什么意思？我怀疑晨晨他可能有儿童抑郁症的倾向。这药，这不是您一直在吃的药吗？哦，我的意思是，这药放这多久了？是不是过保质期了？这药您每天都吃，肯定不会过期的。行，你先去工作吧。好。帕罗西汀用于治疗抑郁症和焦虑症，严重时每天都要吃。哥，你怎么生病了也不说啊？晨晨确实有儿童抑郁症的倾向。医生，只要能治好他，任何条件裴家都可以答应。裴先生，您先别急。医生，晨晨现在情况怎么样？虽然呢，晨晨有儿童抑郁症的倾向，但是我刚刚和他的沟通中发现，他本身是一个积极向上的一个状态，而这其中的关键因素就是裴太太您。看见没？我在救你儿子。医生，我就是想问，我要怎么做才能让晨晨变得不和他爸爸一样？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主张家庭引导。作为父母，你们一定要多关心他、陪伴他，给他营造一个有爱的家庭氛围，这点很重要。我们会注意的。谢谢医生。哥，我一定不会让晨晨成为第二个你的。裴家的牺牲品，有我们2个就够了。明明关心儿子关心的要死，
就死不承认。晨晨以后可千万不能变成这样。从今天起，我搬回来住。从今天起，我搬回来住。什么？我刚不是故意的。沈芊芊，我认真的向我之前的言论和行为向你道歉。我请求你，可不可以教我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亲？我答应你，我答应你，你先放开我。那我可以搬回来住吗，裴太太？这是你家，你问我干嘛？你搬回来住，有利于晨晨的恢复。医生也说了，要营造有爱的家庭氛围。晨晨宝贝，你怎么来了？你搬这里来吧。太太，晚上好。你们这是？他们说爸爸要回来了。对啊，那东西为什么都要搬到这里啊？他们说要把东西搬到爸爸的房间，这不就是爸爸的房间吗？哎呦，完了！老公太久不回家，忘了我住的是主卧的房间了。忍他住，爸爸的衣服去挂那里就行了。好的，少爷。哎，你给我1个小时，我把这些破烂都收拾了，给您腾地方。你干嘛？芊芊阿姨，你晚上不和爸爸一起睡吗？这不是我教的。芊芊阿姨不是爸爸的老婆吗？书上说夫妻就要住同一个房间啊。晨晨说的对，今天晚上我跟芊芊阿姨住同一间房。什么叫住同一间房？咱们2个怎么能住同一间房？你别忘了，要打造有爱的家庭。有爱的家庭也不是非得睡一张床啊。那你就跟晨晨说啊，我们只是协议夫妻，我娶你只是因为你给我下了药，想要睡我。那你就跟晨晨说啊，我们只是协议夫妻，我娶你只是因为你给我下了药，想要睡我。睡，狗都不睡我睡，睡的就是大床房。我们走吧。还不放手？那个，我去收拾床铺。我长这么大还没谈过恋爱呢，这一上来就让我和男人一起睡觉，会不会有点太刺激了？虽然裴思真是挺帅的。裴总，我还是去睡沙发吧。睡床。既然来都来了，我们就把该做的事情做了吧。沈芊芊，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该做的。裴总，把字签了吧。养儿培训手册。你不是让我教你做一个合格的父亲吗？1月为期，只要你听我，我保证1个月之后还给你一个开朗又快乐的宝贝儿子。心病还需心药医，只有裴思周学会如何正确带娃，才能彻底防止晨晨黑化。那所有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啦。一切听从沈老师，也就是我的指挥。本协议一切解释权归沈芊芊所有。本协议一切解释权归沈芊芊所有。沈芊芊，你这是霸王条款啊！这叫尊师重道。行，第2条，参与孩子成长的点点滴滴，
鼓励孩子，微笑教育，保证绝不对孩子冷脸，也绝不凶孩子。行，我尽量。最重要的还在后边。培训成功之后，请支付一定的学习报酬，支持教育事业的发展。以前看到沈芊芊要钱，只觉得厌烦，现在竟然觉得要钱的沈芊芊还有点可爱。别，我已经签完了，就差您了。裴思野是谁？裴思野是谁？笔误。你们总裁不是天天签名，怎么还能笔误呢？不至于玩这么大吧？其实签个字就行了。这是表示我从事的决心。那我也签一个。现在可以睡觉了吧？应该可以了吧？裴思周，我这样真睡不着，我还是去睡沙发吧。就这么睡。裴思周，我这样真睡不着，我还是去睡沙发吧。就这么睡。我们现在得在晨晨面前扮演一对恩爱的夫妻，这样才有利于良好的家庭氛围。我是老师还是你是老师？你以前不是只会关小黑屋吗？芊芊，我是认真的，我现在真的有在好好学习怎么做一个合格的父亲，但是我不知道正常的孩子应该是怎么长大的。晨晨现在其实挺正常的，你不用这么担心。他会撒娇，会哭，会笑，会表达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还会照顾关心人。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孩子，你把他养得很好啊。可是你说的这些我都不会啊。我错了，或许这个家里病得更重的人其实是裴思周。那我教你，好吧？好。沈芊芊，我知道你想嫁的人其实是我哥，但现在我想卑劣的成为裴思周一会儿。哼，那睡觉吧，晚安。好险，差点就把持不住了。滚蛋！晚安。我不是裴思周，是裴思言。裴思周，你说什么呢？裴思周，裴思周，也不知道一天亲过多少女人，谁知道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就这么睡吧你！杯子。爸爸吃饭啊！爸爸吃饭啊！是我的错觉吗？我怎么觉得爸爸有点不一样啊？要抱吗？啊？
完了，爸爸是不是被调包了？爸爸，你是不是饿了？我们去吃早餐。我爸爸好久都没有和我们一起吃饭了，希望这个爸爸永远不要变回去。完了，这些都是爸爸最讨厌的绿色青菜。最后一道菜来了，可以开饭了。最后一道菜来了，可以开饭了。这都是我亲手做的，快坐。老公，尝尝我的手艺怎么样？我现在好像还不是很饿。晨晨，你吃饭。爸爸，老师说了，长辈动筷之后，晚辈才能吃饭，这是陪嫁的规矩，你忘了吗？啊，父母是孩子的榜样，你不吃，现在晨晨也不吃，你怎么想他跟你一样这样吃饭啊？好吃你就多吃一点。老公，你上班这么辛苦，吃这么点怎么够啊？哎，够了，真的。爸爸，你多吃点。谢谢晨晨。晨晨也吃，多吃蔬菜，营养才能均衡。多吃蔬菜，营养才能均衡。晨晨真棒，不过这些都是给爸爸做的。给晨晨做的在这儿呢，吃吧。老公，你也多吃一点。爸爸你也吃。晨晨阿姨，我吃完了。晨晨今天吃的最快，是第1名。爸爸吃的最慢，是最后1名。我们今天就惩罚家里的最后1名，做家里的卫生。那爸爸明天要努力吃哦，你争取拿第1名。孩子跟你说话。爸爸明天加油。那我先去看书啦。加油！你干嘛？故意的。我哪里又惹你了？你不知道你哪里惹我了吗？不知道。沈老师，你教教我呀。教不了，你退学吧，不后悔。支付宝到账500万元。你给我钱干嘛？交学费啊，交了学费可就不能退货了。我像是那种为5斗米折腰的人吗？不像，我夫人怎么着也得是为50斗米折腰的。你快把碗洗了。真的，你发财了，我怎么尽管说，有钱就是你的钱。晨晨阿姨，你盯着你的日文一面傻笑了很久了。你不懂，这种数字我之前只在短剧里面见过，而且他们给的是卡，还是那种骑士装的黑卡。现在这可是实打实的账户余额。黑卡，还真是黑卡啊！
送给你。不行不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我不能是我的小号码羡慕别人，只要你愿意一直在陪家，这些我都可以给你。裴雨辰，你站好。倩倩阿姨，我做错了什么吗？我让你站好，不是因为你做错了什么，而是我想很认真的跟你说，我照顾你，不是因为要你的钱。虽然你给我钱我也很开心，但是就算你不给我钱，我也会照顾好你。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爱你，就算不是我，也会是别人，你知道了吗？我明白了，倩倩阿姨。你明白什么了？倩倩阿姨说，她是因为爱才和我们成为家庭的。她爱钱，但她更爱我们。哦，也可以这么理解。原来你这么爱我呀！原来你这么爱我呀！那个，我们看书吧。这么美好的下午，多适合亲子阅读。请问，这有人类看的书吗？是你自己要看的。看就看，晨晨看什么我就看什么。我要看这个，就看这个。哥，原来看书也是可以有人陪的，原来这才是家的感觉。倩倩阿姨，你看完了吗？我要翻页了。看完了，早就看完了，你翻吧。沈倩倩，倩倩，爸爸，别动！倩倩阿姨，你别动！宝贝，你这是要干嘛？我开了。学校布置的家庭作业这次终于能完成了。你还有家庭作业？学校要求记录生活中的有爱瞬间。来吧，让我们看看晨晨的成长纪念手册吧。晨晨，你的成长手册为什么是空白的？学校要求爸爸妈妈一起做。那你以前为什么为什么不说？我说过了，可是妈妈不喜欢爸爸，一回来你们就吵架，吵完架爸爸还不让妈妈出门，妈妈就一直哭。哎，晨晨，对不起，以前是爸爸不好。从今以后，爸爸会一直陪着晨晨的。裴思周虽然偶尔有点霸道，但也不会是强制爱的人了。还是说，人爱到一定程度就会心理扭曲？这裴家以前究竟都发生过什么啊？晨晨，我们一起把成长手册补齐好不好？请介绍你的家人，并附上全家福。你没跟晨晨妈妈带着晨晨一起拍过照片啊？没有。倩倩阿姨，你做我的妈妈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现在拍全家福了。当然可以。爸爸，别人的全家福都是搂着妈妈的。知道了。倩倩阿姨，再放松点，再离爸爸近点。紧张什么？你之前对我动手动脚的时候，不是挺熟练的吗？我才不紧张呢。晨晨，快过来！来了！3、2、1，耶！来，爸爸裴思周，妈妈沈芊芊，
为什么我总感觉我认识的裴思周和晨晨口中以前的裴思周根本就不是同一个人？睡了吗？我有点累了，先回去休息。你在躲我？我没有。芊芊，这种事情不是应该……说，你和晨晨妈妈到底怎么回事？你不会强娶豪夺人家吧？啊！晨晨妈妈的死跟你到底有没有关系？晨晨不会是你强制爱的产物吧？裴思周，我真是看错你了！哎呀，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晨晨妈妈车祸离世是意外，我和她，我们之间很复杂。总之，你想要的那些东西都没有。如果晨晨妈妈的死真的跟你有关系，就算你是晨晨亲生父亲，我也不会再让你靠近他半步。没有裴家，我也养得起他。我保证，晨晨的爸爸妈妈都会爱他。那你们为什么吵架？你为什么不让他出门？芊芊，原谅我，没有办法向你解释这一切，因为我这辈子都只能是裴思周。哥，你为什么把嫂子关起来？我没有，我只是不想让她离开我。哥，你是不是最近不舒服？我没有啊，我挺好的，你嫂子也挺好的。啊，对了，爹，你北非的那个赛事怎么样了？我明天就走。你明天就走啊？那你不回去看看爸？不回去了吧？他现在的心思应该在晨晨这个未来的裴氏继承人身上。像我这种失败品，他是不会想看见的。我弟真帅，我会看你直播的，等你夺冠的好消息。那时候的我生病了，那时候的我生病了。就算是生病也不能这样啊！你知道这对晨晨的童年影响有多大吗？他会黑化的。我以后不这样了。你现在病都好了？好了，现在全好了。哎呀，这个家没我得散呐！芊芊，谢谢你来到这个家。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所以你当初为什么娶我？您的意思是我还要替我哥去娶那个心机女？您的意思是我还要替我哥去娶那个心机女？若不是他上演了一出捉奸好戏，我哥怎么可能会同意娶她？为了裴家的声誉，这个女人你娶也得娶，不娶也得娶。阿爷，说过了，以后在这个家不要提这个名字。你就当给程程找个妈妈，小孩子总归要有个妈妈的。当时是你主动的好吧？你忘了？那时候的你好像很喜欢我，不像现在。哎呀，你不要再说了！裴思周，你忘记以前的我行不行？你就当我觉醒了，现在的我就是一个全新的沈姐姐。现在我的眼里，只有我眼前的这个沈姐姐。算了，沈姐姐，不管你是谁，你是我的就行。算了。
沈芊芊，不管你是谁，你是我的就行。你们这些有经验的人就是不一样。我不是芊芊，这也是我的初吻。你想憋死啊？要不再练习一下？哪有你这样？宝贝，你怎么来了？我做噩梦了，梦到爸爸和芊芊阿姨都像妈妈一样变成星星了。晨晨，我和爸爸会一直陪着你的，妈妈也会一直陪着你的，只是陪伴的方式不一样。爸爸，芊芊阿姨，我今晚上能不能和你们一起睡？当然不行。我今晚上能不能和你们一起睡？当然不行。睡吧。如果可以，我希望时间永远停留在这一刻。晚安。一起床就能看见我的帅气儿子在这盘串，一抬手就有刮不完的账户余额，一转头就能看见我的高质量老公，生活简直太美好。我的高质量老公呢？我的高质量老公呢？芊芊阿姨，你起来啦！你爸呢？我爸一早上被我爷爷叫去老宅了。爷爷来这么久，好像真没见过裴老爷子啊。芊芊阿姨，我爷爷很可怕的，你还是不要见他了吧。可怕？我撞见过好几次爷爷骂爸爸了，每次爸爸被骂完，都好几天不回家。合着全家3代，代代有问题。芊芊阿姨，你继续陪我做这个成长记录手册吧。当然可以。来，让我们看看还需要做什么吧。介绍除了爸爸妈妈以外的一个家庭成员。我好像有个叔叔。裴思周还有个弟弟，我怎么从没听人说过？爷爷不让家里人提叔叔，我偷偷听到佣人说，他和妈妈一样变成星星了。你见过他吗？但爸爸和叔叔长得一模一样。你说什么？一模一样？裴思野是谁？比武，我不是裴思人。你叔叔的名字是叫裴思野吗？芊芊阿姨，你怎么知道？你也认识我叔叔吗？我叔叔他是开摩托的。我偷偷从我爸那里偷来了相册。你看，这个和我爸爸长得一模一样的人就是我叔叔。他们两个是双胞胎？他们两个是双胞胎？18岁，阿野第一次夺冠，我第一次进入裴氏董事会。19岁，阿野成为了职业赛车手，我成为了小裴总。26岁，我偷偷去了阿野的赛车现场，我弟真是太帅了。26岁之后就没有合照了。一模一样的脸，却走着截然不同的人生轨迹。那么，我现在看到的究竟是谁呢？芊芊阿姨，你怎么了？没事，希望是我想多了。晨晨，能再给我多说一些关于你爸爸的事情吗？好呀，可是我和我爸爸也不是很熟。
我看你是翅膀硬了，忘了自己姓甚名谁了。从没忘记过我是谁。别气了啊，阿姨，周他还年轻，有时冲动也是正常的。从明天起，把晨晨送回老家，我亲自来带。晨晨不会回去，他现在挺好的。你自己都废了，还要把晨晨也养废？现在变成这样，是不是因为那个沈芊芊？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和他的事儿。等裴氏的项目招标完成后，你就跟他把婚离了。吴文我不会离，晨晨也不会到你这儿。至于裴氏，等晨晨长大之后，我亲手交给你。吴文我不会离，晨晨也不会到你这儿。至于裴氏，等晨晨长大之后，我亲手交给你。你什么意思啊？你还真以为裴氏现在是你说了算了吗？你忘了我是裴思周，裴氏现在的掌权人。我还要回去看我哥，先告辞了。你说让阿野代替阿周这条路，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我感觉我好像是失去了2个儿子。阿周也是我的亲儿子，我怎么能不心痛啊？可是只要我一天姓裴，我就不能让裴氏倒在我的手里呀！你喝醉了？酒精过敏，你还喝这么多的酒？老婆，你喝醉了，我这边泡杯蜂蜜水。不行，不准去，不要离开。就走到厨房。那也不行，哪里都不能去。你是晨晨吗？这么粘人。那我们一起去可以吗？来，把蜂蜜水喝了。原来你喝醉了也这么可爱。这个不甜。怎么会不甜呢？我明明加了很多蜂蜜，那我再给你加一些。1秒钟的瞬间就已注定2个人的故事，你我决定3个字的答案没你认定，如此这个甜。裴思周，你耍无赖！你们二货男人都这么会撩的吗？我不是裴思周。你说什么？我不是裴思周。你不是裴思周，那你是谁？我就是裴思周。裴思颖，你是裴思妍，对不对？我没有儿，我只有1个老婆，她就是姐姐。我知道，我的阿姨，你受委屈。都说一切悲剧的背后，往往藏着更大的悲剧。晨晨不是生来就是反派，是这些所有的悲剧一点一点造成的。裴思妍，如果可以，我想阻止这场悲剧，不只是晨晨的，还有你的。芊芊，早上好呀，裴思妍。早上好呀，裴思妍。你叫什么？裴思妍。谁让你提这个名字的？以后在这个家不准出现这个名字。裴思妍，裴思妍，裴思妍，裴思妍死了。
死的是裴思周，不是裴思野。此时此刻，坐在我面前的人是裴思野。我不是。你看着我的眼睛。我说了我不是。裴思野在3年前就已经车祸离世了。林特助，我想问问思周，他酒精过敏吗？不过敏啊，裴总酒量还挺好的，一般不会喝醉的。林特助，我想问问思周，他酒精过敏吗？不过敏啊，裴总酒量还挺好的，一般不会喝醉的。这能说明什么？商场里有些东西，只有自己知道才是最安全。你骗得了别人，你骗得了自己吗？你这么迫切的想知道我是不是裴思周，不就是生怕自己嫁错人了吗？原来你就是这么想我的！你想嫁的人是裴思周，我就是裴思周，这有什么不对的？裴思周，我不喜欢你。我说我不喜欢你，裴思周。但你依旧是裴太太，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芊芊，不管我是谁，娶你的人始终都是我。妈妈，芊芊阿姨，你们在吵架吗？没有。你爸爸不会喝酒，还偏要喝。妈妈在教育他。晨晨，你不能像爸爸一样，强迫自己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晨晨知道，芊芊阿姨说过了，要做自己，遇到自己不喜欢做的事要勇于拒绝。晨晨真棒，比你爸爸聪明多了。今天是开学第一天，你要送我去上学吗？第一天开学，当然要送你去了。爸爸公司还有事情，叫钱阿姨送你去。那爸爸要在家照顾好自己哦。要是有人让爸爸做不喜欢做的事，爸爸就要勇于拒绝。晨晨和芊芊阿姨都会照顾你的。上学去。走吧，芊芊阿姨。早餐和药在餐桌上。对不起。好好吃啊，芊芊阿姨，难怪你非要下车呢。那是，我馋这口可是馋了好久了，这可是我以前上班的唯一动力。你没有亲人，吃的还是太差了。唉，能读得进去就读，读不进去咱就多吃点饭。既然交了学费，咱不能白来。大学以前的我都读完了。你回来给我带份烤冷面，加饭加肠不加辣。进去吧。凯晨，刚才那是你谁呀？我妈妈。你妈妈？你什么时候有妈妈了？那过几天的开学典礼，她也会来吗？你别听他吹牛了，1年级一班那么多同学，只有他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来过学校，他就是个孤儿，没有妈妈的可怜虫。我说了，我有爸爸妈妈。那你让你爸爸妈妈来参加开学典礼啊。不能老是麻烦爸爸和芊芊阿姨，大人们不喜欢麻烦的小孩。我一个人处理就可以的。我可以的。总分第一，所有单科第一，我儿子也太棒了吧！我沈芊芊何德何能，能有这样一个天才帅气儿子？回去必须奖励自己一份大份火鸡面。嘿，找我的？裴老爷子有请。哦。你就是沈芊芊？爸，
别叫我爸，我还没想承认你这个儿媳妇。你不想承认是你不想承认，但如果我不叫，那就是我不懂事了。果然是个伶牙俐齿的丫头。谢谢夸奖，给您带了一点您没吃过的东西，您想吃就吃。要是您看不惯我的话，我可就全吃了。这都是些什么东西啊？小门小户出生，毕竟是不懂礼数。我是长辈，到长辈的病房里来拿这些东西，成何体统？这个是炸鸡，您只能吃半个。啊，这个是火鸡面，您可以吃。哦，还有这个辣条绝了，一口火鸡面，一口辣条，包您烦恼全消。你平时是不是就给晨晨吃这个？我告诉你啊，绝对不可以！那裴家的营养师那都是百闻不如一尝。其实您和裴思周有的时候挺像的。大家都是聪明人，我也不想兜圈子了。好，你要是掏支票的话，就可以收回去了。爸，一张支票和裴思周孰轻孰重，我还是分得清的。您能给我的，裴思周也能给我；您不能给我的，裴思周还是能给我。所以我为什么要离开他？都是因为你，阿周和晨晨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不，都是因为您，他们才会变成以前那个样子。以前什么样？要不是他们出生在裴家，能过上那样的生活吗？既然他们享受了裴家给他带来的一切，他们就应该承担该承担的责任。所以裴思也承担的就是替他哥哥裴思周活着，是吗？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你如果不愿意好聚好散的话，我老头子有的是办法把你赶出裴家。什么？晨晨打人了？什么？晨晨打人了？晨晨打人？我马上就过去。你看看，这晨晨让你带的成什么样子了？这裴家的孩子怎么能在外面打人呢？这要是传出去了，这裴家的面子往哪放？裴家的面子和我家裴雨辰的感受比算个屁！别说他不是这样的孩子，就算他是，我现在也不可能留他一个人在那里面对那群人。让开！让他走！老师，你看着给我们孩子打的，还有我儿子的眼睛要是瞎了，你们学校负得起责任吗？老师，我老公可是学校的名誉校董，今天要是你不给这事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你就可以卷铺盖走人了。消消气啊，各位家长消消气。我们学校绝不允许有学生在学校胡作非为啊，请大家放心。妈妈，就是他打我，就是裴雨辰把我打成这样的，快让爸爸开除他。裴雨辰，你过来，他们脸上的伤是不是你打的？是他们该的。谁家的孩子？爸妈呢？裴雨辰，现在把你爸爸妈妈叫过来，让他们给乐乐和宇航道歉。我没有错，一人做事一人当，不少叫他们来道歉。妈妈，裴雨辰没有爸爸妈妈，他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来过学校。我说怎么这么没有素质呀？合着是个孤儿呗？我不是孤儿，我有爸爸妈妈。你谁家的孩子这么没有素质？我今天就替你爸爸好好教育教育你。住手！我是他妈，有什么事冲我来。我今天就替你爸爸好好教育教育你。住手！我是他妈，有什么事冲我来。没事吧？警察阿姨，对不起，我是给你添麻烦了。说什么对不起？这又不是你的错。头抬起来，站直了。你就是他妈妈？对，有什么事和我说，别和孩子动手。你家孩子把我孩子打成这个样子，怎么办？你说吧。还有我家孩子，这鼻梁骨都打骨折了，这要是毁容了，你拿什么赔啊？裴雨辰家长，是这样的。裴雨辰课间跟这2位同学发生了争执，并且出手打了他们。我们认为这种行为非常恶劣。作为家长，我们希望你能好好教育一下孩子，争取获得对方家长及同学的谅解。我们家晨晨也受伤了，凭什么你们3言2语就把错归在他一个人身上？那肯定是你儿子先动的手，我儿子才还的手呀。就是，我们家乐乐那么听话，怎么可能会动手打人？就是你家儿子先动的手。
陈夏阿姨，是他们给打，是他们先骂的我。你胡说，我没有，就是你先打的我。倩倩阿姨知道了，我们晨晨是最勇敢的小勇士，谁都别想把屎盆子扣到我们晨晨身上。阿姨，哼，合着搞半天你不是这小子的妈呀？那你又有什么身份、什么资格站在这里啊？就凭我是裴雨辰爸爸的合法妻子，裴雨辰法律意义上的监护人，后妈也是妈，后妈也是妈。哼，现在一个捡破鞋的小妈都好意思来这扮演母子情深来了，真是可笑。要不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呢，儿子呀，人家是没亲妈教养隐瞒生长的，这次你就当是被狗咬了一次，下次见到狗记得躲着点。要不说你们是母子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妈的嘴这么脏，当儿子的嘴也不干净。你还有你，我从来不捡破鞋，因为我光脚不怕穿鞋的。我老公可是学校的名誉校友，你信不信我马上让你儿子从学校滚出去？好啊，那你就试试看，看你老公把我儿子开除的快，还是我老公把学校收购的快。口出狂言！我现在就叫我老公过来，看我到时候怎么收拾你。青青阿姨，你好帅！晨晨家长，小孩子之间磕磕碰碰总是难免的，要不让孩子们互相道个歉，这事就算过去了。我老公马上就来了，我儿子是绝对不可能给一个连亲爸亲妈都不知道在哪野种道歉。你说谁是野种呢？说的就是他！你有本事再说一次，你说一次我打一次，我说到做到。你有本事再说一次，你说一次我打一次，我说到做到。老公，就是这个野种，还有这个发了疯的女人欺负我儿子，你看把我儿子打的。校长，我把我儿子交到你们这里，你们就是这么照顾他的吗？一对孤儿寡母都欺负到我儿子头上来了。王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把李总的儿子交代给你照顾，你就是这么照顾的吗？校长，李总，我已经在调查。我们不会给爸爸找麻烦吧？这顶多算是给你爸表现的机会。是裴雨辰先动的手，事情都是因他而起的。那这件事的对错就很明显了。那个你被开除了，那个你被开除了。我儿子清清白白的来上学，就得清清白白的回去。你们既然打算沆瀣一气，那就只能报警调监控了，谁对谁错一目了然。报警？报什么警？我是校长，这间学校我说了算。来人，这两个人给我赶出去！李总，我这么处理，你看怎么样？不准动我妈妈！快拉开他！你敢动我儿子，你完蛋了！陈阿姨，我来帮你。你看看，你看看，就这样的素质，怎么配跟我儿子做同学？开除，必须开除！谁要开除我儿子？谁说要开除我儿子？裴总，爸，什么？他就是你说的那个缔造海城商业帝国的裴总？裴总，这是您儿子？什么？不像？不，像，特别像。裴总，刚才都是误会，小孩子之间打打闹闹，今天闹明天好的，不是什么大事。不是大事，我儿子都受伤了，你还说不是大事？裴总，这个是我们家这不孝子，不长眼不照的小少爷，你看你想怎么处理，我们全力配合。我今天来是来给我们家两个小朋友撑腰的，不是来给你们主持公道。夫人，刚才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我晨晨，快给人家道歉！不要，快道歉，不然我要你好看！住手！谁让你们动手的？去把监控调出来，是谁的错就是谁的错，该谁道歉就该谁道歉。我相信我的儿子，一切按照我夫人说的办。
他就是个孤儿，没有妈妈的可怜虫。我有爸爸妈妈。你这个不孝子！停！今天的事情双方都有错，你几次三番的嘲笑裴雨辰，并且造谣他让别的同学一起嘲笑他。我需要你给裴雨辰道歉。裴雨辰，对不起，我不应该和别人说你是孤儿。你有爸爸妈妈，而且你爸爸妈妈很爱你。我原谅你了。我也有不对的地方，我不应该因为生气而动手打人，这不是君子的行为。没事，千错万错，都是我乐乐的错。比起他，你们错的更多。正是因为你们在孩子面前肆意造谣、拜高踩低，模仿是孩子的天性，他才会用相同的方式去对别的孩子。我们错了。我们真的错了。老婆，你先带儿子去教室把书包拿来，待会儿我们直接回家。你让这2个小朋友也先回教室。你让这2个小朋友也先回教室。晨晨，我们先回教室取书包，一会儿再来找爸爸好吗？为什么爸爸不和我们一起回去？小朋友请勿模仿。我老婆和孩子心地善良，向来以德报怨。但是我这个人吧，向不仇报仇。裴总，一根烟的时间，怎么还这么消失？一根烟的时间，从海中消失。裴雨辰，你要记住，你有爸爸妈妈，而且爸爸妈妈会永远站在你这边的。那我还可以叫你妈妈吗？只要你愿意，叫我姐姐都可以。这姐姐不行。妈妈，真是妈的好大儿。走吧，咱们回家。爸爸妈妈，我们回家吧。男人得主动，看来还得靠我。爸爸，你是不是肚子疼？哎呀，好想去吃点东西。肚子疼？哪里疼？我看看。哇！等等，爸妈，爷爷奶奶，过来。家庭教师平时就是这么教你的，没一点真相。爷爷，爸爸说你生病了，好点了吗？爷爷就是年纪大了，已经好多了，晨晨不用担心啊。奶奶，你越来越年轻了。哎呦，油嘴滑舌，看看你们把孩子都带成什么样了。爷爷奶奶，走，一起去房间看看我新做的成长手册吧。哼，爷爷，一起走嘛。好，我倒要看看你把平时的时间都浪费在什么东西上了。行了，走吧。哎，姐姐，你欠什么欠？我不是你要娶那个沈芊芊，要嫁给裴思周的人也不是我。你干什么？你放下来！我管你是不是什么沈芊芊、李芊芊、王芊芊的，反正你就是我的芊芊。总之，从今以后，我裴思也认定你了。你说什么？沈芊芊小姐，重新认识一下，我叫裴思野，国际魔联职业赛车手。
现在就任于裴氏集团。裴思野先生你好，我叫沈芊芊，是一个孤儿，也是一个学前教育的预备幼师。在我入职的那一天，我变成了这个和我同名同姓的人。看来你真是老田派来救我们裴家的。看来我的老公真的不是二婚。裴思周，我那天说我不喜欢你，是认真。我知道，因为你喜欢的人叫裴思野。裴思野，嗯，有时间带我去兜风吧。会有那么一天的。在学校没打过别人，他们比我的伤重多了。真不愧是他俩带出来的孩子。行了，真打伤了，心疼的不还是你啊？打伤了那是活该，裴家的规矩都白学了。哎呀，晨晨不听啊！你爷爷的嘴啊，比铁板还硬。比爸爸的嘴还硬吗？爸爸前脚刚跟妈妈吵完架，后脚就跟在妈妈屁股后面。妈妈说这叫忘本。不成器的东西！爷爷这声垂在福赠给你。怎么把所有人都画在你的身后啊？妈妈说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对错的地方。就算有一天晨晨真的做错了什么事，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也会永远站在我身后。找我来什么事儿？你和沈芊芊的事儿，我不同意，你不用白费力气。爸，你有多久没有在这看外面的风景了？这是全海城最好的观景位，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手里一样。但你只能看着，就在最高处这么静静的看着。等你把裴氏交给晨晨以后，我不会再管你，你爱在哪看世界就在哪看世界。爸，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爸，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帕罗西汀，这个是治疗抑郁症、焦虑症的药，严重的时候你每天都要吃。只要你不吃，你就会想要从这儿跳下去。一盒20片，每天吃1片。这样的药他整整吃了60盒。爸，哥他不是故意离开我们的。这药是哥走之后，我在他办公室里发现的，还有一份3年的心理医生诊疗记录。他是裴氏的继承人，他坐在海城的金字塔尖上，每天锦衣玉食的活着，他有什么好抑郁的？从4岁开始，我们就开始学经济学。我哥他很认真，而我总是偷懒。7岁我们就开始学微积分，我学不好就会被关禁闭室，是哥，每次都是他偷偷拿晚饭来给我。16岁我们生日那天，他正式成为了裴氏的继承人。从那天开始到他死，他每天在这个办公室里待16个小时。从那天开始到他死，他每天在这个办公室里待16个小时。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裴氏的每一代人都是这么过来的，为什么只有他这么脆弱？他结婚那天，哪怕是晨晨出生那天，他都在工作，甚至于他割腕之前，他还回复了一封工作邮件。他不是脆弱，他是坚强的过了头。所以你就拿这些东西来质问你的父亲吗？1个月前，芊芊发现了晨晨有儿童抑郁症的早期倾向。这怎么可能？他才几岁？爸，是芊芊救了他，也是芊芊告诉我裴思野只能是裴思野，他代替不了任何人。我要娶芊芊，也绝对不是用别人的名字。滚！晨晨，爷爷奶奶呢？走了，只留下了这个。裴思野，你终于可以
毫负担的做回你自己了。原来，爸爸去看过我的每一场比赛，只是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做好一个父亲。爷爷说，他20岁的时候，他离家出走环游世界，被抓回来了。他说他想再重新试一试。晨晨，爸爸带你去一个地方好不好？好。晨晨，对不起啊，我其实是你的叔叔裴思野。你爸爸他去陪妈妈了吗？爸爸妈妈都变成了星星，会和我们一起陪着晨晨长大的。这个就是他们吗？这是他们种的小树苗，以后小树苗会陪着晨晨一起长大。以后我们每年都过来给小树苗浇浇水，好不好？好呀好呀，这样爸爸妈妈就知道晨晨有在好好长大啦。那我以后还可以叫你们爸爸妈妈吗？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我们永远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那我们给小树苗浇水吧。去吧。爸他不让给哥立墓碑，我就偷偷给他们办了树葬。自由且肆意的生长，我哥他应该会喜欢的吧。他们会长出新的希望来，是我们的未来。我是谁？我老公你老公是谁？裴思野。帅哥，睡一个。Possessive when I find what you implying it. We're too close, I should go. Don't let me drive home. Take on suddenly control nothing real. 我这是在哪？裴思野呢？晨晨呢？36床输完液可以出院了。哎，还没说完呢。护士，你有没有看到一对父子？大的很帅，小的也很帅。没有。你怎么不穿鞋就跑出来了？我怎么会在医院？医生说你是空腹剧烈运动导致的低血糖，所以才会昏迷的。都怪你。好了，确实是我的错。我送给你个礼物，给你赔罪好不好？什么？快拿出来！我最土的钱给你，是惊喜。身份证。全新的身份证，这里写的是我们家，只属于你这个沈芊芊的。你给我准备这个干什么？沈小姐，肯不肯给我个机会，去领个证啊？现在就去。这么着急嫁给我？很急。